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已经存在了大约137亿年，它的半径超过460亿光年，包含了至少2万亿个星系，每个星系又有数千亿颗恒星。这片浩瀚的时空海洋诞生于一场被称为大爆炸的事件，那是137亿年前，一个密度无限大、温度无限高、体积无限小的基点突然开始膨胀。那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1929年，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做出了一个改变人类认知的发现。他观察到，宇宙中的星系正在远离我们，不是某个星系在独自移动，而是整个空间本身在膨胀，就像一个正在被吹大的气球表面的点，它们之间的距离在不断增加。这个发现让大爆炸理论浮出水面。宇宙曾经有一个开始，但问题来了，大爆炸之前是什么？是什么触发了那场创世事件？这个问题让爱因斯坦着迷了一生。这位相对论的创立者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宇宙最不可理解之处在于它竟然是可以理解的。这句话看似矛盾，实则蕴含深意。宇宙为什么如此有序？为什么它遵循精确的数学定律？为什么这些定律恰好允许原子、分子、恒星、星系以及我们自身的存在？这些问题曾经是宗教和哲学的地盘，但今天它们成为了理论物理学最前沿的研究课题。想象你正在调节一个宇宙模拟器，这个模拟器有几个关键参数：引力常数、电子的电荷强度、质子和中子的质量比例、强合力的强度等等。你开始随意调节这些参数。如果你把引力常数调大一点点，恒星会在形成后立即坍缩成黑洞，无法为行星提供稳定的能量来源。如果你把引力常数调小一点点，物质将无法聚集，恒星和行星根本不会形成。如果你把电子的电荷强度稍微改变，原子将无法稳定存在，化学反应的根基将被动摇。如果你把质子和中子的质量差稍微调整，质子可能会衰变成中子，或者中子会衰变成质子。无论哪种情况，氢原子将成为唯一稳定的元素，复杂的化学将不可能存在。物理学家发现，我们的宇宙参数精确得令人发指。以宇宙学常数为例，这个参数控制着宇宙膨胀的加速度。如果它的值稍微大一点点，宇宙会在大爆炸之后迅速撕裂自己，任何星系、恒星、行星都无法形成。如果它的值稍微小一点点，物质将无法聚集，宇宙将永远是一片寒冷稀薄的虚无。这种恰到好处的精确性被称为精细调谐问题，它让许多物理学家夜不能寐。面对精细调函问题，物理学家史蒂芬·温伯格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宇宙在孕育出生命之前，不得不先孕育出演化出生物学家的人才。这句话概括了人则原理的核心思想。人则原理的核心观点是，我们看到的宇宙之所以如此恰到好处，是因为如果它不是这样，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观察它。换句话说，宇宙的精细调谐可能只是因为存在无数个参数不同的宇宙，而我们恰好生活在允许生命存在的那个宇宙中。这听起来像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解释，但它实际上是一个严肃的科学推论。
让我们想象一个有趣的场景：你走进一家鞋店，发现这里的鞋子尺寸恰好完全符合你的双脚，你感到惊讶，真是太巧了。但鞋店老板可能会说，没什么奇怪的，店里有100种不同尺寸的鞋子，而您的双脚恰好适合其中一种。如果您不适合任何一种鞋子，您根本就不会走进这家鞋店，也不会注意到这个巧合。人则原理的逻辑与此类似，在无数个宇宙中，大多数宇宙的参数不允许任何复杂结构的形成，它们可能只有辐射，没有物质，或者只有黑洞，没有恒星，或者物质过于稀薄，无法形成任何结构。但在少数幸运的宇宙中，参数恰好允许原子、分子、恒星、行星以及生命的存在，而我们恰恰生活在这样的宇宙中。这不是奇迹，而是幸存者偏差。我们只能观察到允许我们存在的宇宙，但这个解释真的令人满意吗？许多物理学家认为，人则原理更像是一种逃避，而非真正的答案。它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因为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存在。但它没有回答，为什么存在这些允许生命的宇宙？为什么参数可以被调节？为什么存在本身成为可能？这些更深层的问题将我们引向了更广阔的可能性。如果说人则原理是关于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的一种解释，那么多元宇宙假说则是大爆炸之前可能存在的图景。多元宇宙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而是多种不同假说的统称。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我们的宇宙可能只是众多宇宙中的一个。第一种多元宇宙来自宇宙暴胀理论。物理学家艾伦·古斯在1980年提出了宇宙暴胀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宇宙在大爆炸之后经历过一段急速膨胀的时期，在不到10的-35次方秒的时间里，宇宙的体积增加了10的78次方倍。这段暴胀之后，宇宙恢复了正常膨胀的节奏，继续演化至今。但暴胀理论有一个有趣的推论：暴胀可能永远不会完全停止。在某些区域，暴胀会结束，形成我们这样的宇宙气泡；而在其他区域，暴胀继续进行，不断产生新的宇宙气泡。这意味着我们的宇宙可能只是无限多元宇宙海洋中的一个泡沫。第二种多元宇宙来自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微观世界存在着一种被称为量子叠加的奇异现象。在量子尺度上，一个粒子可以同时处于多个状态的叠加，直到被观测为止。物理学家休·埃弗雷特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解释：每一次量子观测都会导致宇宙分裂。在观测的一瞬间，原本叠加的所有可能性都实现了，只不过它们发生在不同的分支宇宙中。这意味着，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在某个分支宇宙中，你正在听这段音频，而在另一个分支宇宙中，你正在做完全不同的事情。每一个可能的量子结果都对应着一个真实存在的宇宙。第三种多元宇宙来自弦理论。弦理论是物理学家追求万物理论的尝试，它试图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统一起来，描述宇宙最基本的构成单元。弦理论预测，宇宙可能有多达10的500次方个不同的真空状态，每一个真空状态
对应着一种不同的物理定律和宇宙常数。如果这个数字是真实的，那么我们的宇宙只是这天文数字般众多宇宙中的一个。多元宇宙假说给宇宙为什么存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许宇宙存在不需要任何原因，在一个足够大的多元宇宙中，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无数次。我们的宇宙存在不是因为它被精心设计，而是因为它有发生的可能性，而在无限的可能性中，它必然会发生。但这真的是答案吗？还是我们只是在用一个问题替代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多元宇宙本身存在，那么为什么存在多元宇宙？这个问题又该如何回答？在我们探讨宇宙存在的意义之前，需要先解决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宇宙有没有目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触及了物理学最深的谜团之一。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区分有目的的行为和无目的的现象。水往低处流是因为重力，这是一个物理过程，没有目的性。石头滚下山坡也是因为重力。但人类的行为不同，我打字是为了传达信息，我走路是为了到达某个地方。人类行为有意图，而自然现象没有。那么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它的行为有目的吗？这个问题在物理学史上曾经引发过激烈的争论。牛顿时代，科学家们相信宇宙就像一台精密的钟表，由上帝或某种超自然力量上紧发条，然后按照预定的程序运行。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宇宙的存在确实有目的，它是某种伟大计划的组成部分。但随着热力学和统计力学的发展，这种机械论观点逐渐被打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时间只能向前流动？你可以让一杯水从桌上掉到地上，摔得粉碎，但你从未见过这些碎片自己飞起来，重新组成一杯完整的水回到桌上。你可以记住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无法记住未来发生的事。你可以变老，但无法变年轻。时间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被称为时间的箭头，而决定时间箭头的根本定律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在孤立系统中，熵永远不会减少。熵是描述系统无序程度的物理量，熵增意味着系统自发地朝着更加无序、更加混乱的状态演化。一杯水从桌上摔碎，碎片散落一地，这个过程的熵增加了。一滴墨水滴入清水，墨水会自发扩散，最终均匀分布，这个过程的熵也增加了。蜡烛燃烧产生热量和二氧化碳上还是增加了。宇宙整体也在一个不断熵增的过程中。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宇宙有一个起点，一个熵极低的特殊状态。138亿年前的大爆炸就是宇宙的最低熵状态。从那一刻起，宇宙就在不断熵增，走向越来越大的无序。这个发现给了我们一个看待宇宙的新视角。宇宙的演化不是朝着某个目的前进，而是在不断衰退。就像一座沙做的城堡，从精致的结构慢慢风化成平整的沙粒。那么，宇宙为什么要有这个方向？为什么起点必须是低熵状态？这个问题被称为低熵之谜，是现代物理学最深刻的未解之谜之一。
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观点：宇宙的低熵起点可能是比宇宙本身更值得解释的奇迹。让我们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宇宙遵循已知的物理定律，那么一个均匀分布高熵的初始状态要比一个不均匀的低熵初始状态自然得多。换句话说，宇宙从大爆炸开始时的那种精密有序的状态，其实是一种极不可能的状态。但我们观察到的是，宇宙确实从这个不太可能的状态开始了它的演化。为什么？彭罗斯提出了一个假说，也许在我们这个宇宙之前存在着一个前宇宙，那个宇宙已经演化到了极度均匀的高熵状态，所有物质都衰变，所有能量都均匀分布，温度接近绝对0度。在那个状态下，量子涨落可能导致了一个极端低熵区域的形成，从而触发了大爆炸，诞生了我们的宇宙。这个假说被称为共形循环宇宙学，它暗示我们的宇宙可能只是无限循环中的其中一个阶段。但这个解释仍然没有回答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存在而非虚无？为什么从虚无中会诞生出如此复杂的结构？然而，熵增的故事并非全貌。虽然宇宙整体在熵增，但在某些局部区域，复杂性确实在增加。恒星从混沌的气体云中形成，行星从恒星的残骸中聚集，生命从简单的有机分子演化出精密的结构，人类文明发展出科学技术和艺术文化。这些过程似乎与熵增定律相悖。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这样描述这个悖论：宇宙正在不可逆地从简单走向复杂，原子结合成分子，分子聚合成细胞，细胞分化成器官，器官构成生命，生命进化出意识。这条复杂性增加的道路蜿蜒曲折，却指向了同一个方向。但戴维斯也指出，这种复杂性的增加与熵增定律并不矛盾。复杂结构的形成确实会释放热量，增加环境的熵。打个比方，你在桌上整齐地摆放一副扑克牌，需要消耗能量。你把牌打乱，熵增加了。从打乱到整齐是一个减熵过程，但你消耗的能量产生了更多的熵，排放到环境中。生命和文明的形成也是如此。我们降低了自身的熵，却以增加环境的熵为代价。这个观察指向了一个有趣的可能性：也许宇宙存在的目的就是演化出复杂性。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角度看，宇宙终将走向热寂，所有可用能量耗尽，所有温度趋于平衡，所有结构消散，只剩下一片寒冷均匀的虚无。那将是熵的最终胜利，也是一切复杂性的终结。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宇宙还有足够的时间继续这场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138亿年过去了，宇宙从一团混沌的能量发展出了星系、恒星、行星、生命、意识，而这个过程可能还没有结束。如果说相对论改变了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理解，那么量子力学则改变了我们对存在本身的理解。量子力学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薛定谔的猫。想象一个密封的盒子，里面有一只猫、一瓶毒药、一个放射性原子和一个探测器。如果放射性原子衰变，探测器会触发装置，
打破毒药瓶，猫就会死亡；如果原子没有衰变，猫就活着。根据量子力学，在打开盒子观测之前，放射性原子处于衰变和未衰变的叠加态，它同时既是衰变的，又是没有衰变的。这意味着猫也处于死的和活的叠加态。只有当我们打开盒子进行观测的瞬间，叠加态才会坍缩，猫的死活才被确定。这个荒诞的思想实验本意是薛定谔用来质疑量子力学的，但后来的实验证明，量子叠加和观测坍缩可能是微观世界的真实特征。那么，这个发现与宇宙为什么存在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在于，量子力学暗示，观测者在某种意义参与了现实的构建。在量子力学中，观测这个行为似乎不仅仅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主动地决定了被观测对象的某些属性。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双缝实验。想象你向一个有2条狭缝的屏障发射光子，如果你试图观测光子从哪条缝通过，那么光子就会表现得像粒子，它要么从左边缝通过，要么从右边缝通过。但如果你不进行观测，光子就会表现出波动的特性，它同时从2条缝通过，并在屏幕上形成干涉条纹。这个实验让许多物理学家夜不能寐，它暗示物理现实本身可能依赖于观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的意识能够凭空创造现实。量子效应主要在微观尺度上发生，而宏观世界的行为通常由退相干效应主导。量子叠加会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迅速消散，只留下我们熟悉的经典现实。但这个发现仍然带来了深刻的哲学启示。也许存在这个概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客观。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思想实验，被称为延迟选择实验。这个实验的思路是，在光子已经决定了是表现得像粒子还是像波之后，再让观测者选择是否进行观测。如果观测者选择不观测，光子表现得像波；如果选择观测，光子表现得像粒子。实验结果令人震惊，光子的行为似乎延迟到了观测者做出选择的那一刻。惠勒由此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也许在整个宇宙的尺度上，观测者，也就是我们的存在，参与了宇宙的构建，甚至我们的存在可能延迟决定了宇宙在很久以前的性质。用惠勒的话说，也许被观测者和观测者都不能被视为独立的实体，我们必须接受观测行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被观测实在的创建。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宇宙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可能需要被重新表述。也许不是宇宙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参与了宇宙的创造。当然，这个解释仍然存在争议。许多物理学家认为，延迟选择实验的诠释可以有其他解释，不需要引入意识或观测者的特殊作用。但无论如何，量子力学已经证明，关于存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在追逐宇宙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的答案时，物理学家们从未停止过探索的步伐，而弦理论代表了目前最前沿的尝试之一。弦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所有的基本粒子、电子、光子、夸克都不是点状的物体，
而是极微小的弦的不同振动模式，就像一根小提琴弦可以振动出不同的音符，这些弦的振动模式对应着不同的粒子和相互作用。这个理论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似乎能够统一自然界的4种基本力：引力、电磁力、强合力和弱合力，并且自动包含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要求。但弦理论也有一个令人困惑的特征，它需要额外的空间维度。我们熟悉的宇宙有3维空间加1维时间，共4个维度，但弦理论要求至少10个维度才能自洽，剩下的6个维度卷曲。在极其微小的尺度上，我们无法直接观测。为什么是10个维度？为什么我们生活的宇宙恰好有4维？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也许弦理论并不是最终的答案，也许我们还需要等待更深的理论，出现一个能够解释为什么是这些定律而不是其他定律的理论。物理学家列纳德·萨斯坎德说，21世纪物理学最伟大的成就将是理解为什么我们不需要问这个问题。他的意思是，也许当我们找到最终的万物理论时，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在科学给出答案之前，哲学家们早已在思考存在的问题。伊曼努尔·康德在18世纪就指出，人类的理性有其固有的边界，我们能够认识的只是现象事物呈现给我们的方式，而不是物自体事物本身的样子。用康德的话说，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宇宙本身是什么样的，我们只知道宇宙对我们显现的样子。这个观点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意义。当我们观测宇宙时，我们使用的工具、望远镜、粒子加速器、数学模型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我们观测到的现实是经过我们感官和仪器过滤之后的现实。我们无法确定我们观测到的宇宙是否就是真正的宇宙。康德还提出了另一个深刻的观点：空间和时间不是客观存在的容器，而是我们感知世界的先天形式。这意味着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空间和时间的存在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的思维本身就被空间和时间所限制。如果说康德是古典哲学的代表，那么让保罗·萨特则是存在主义的旗手。萨特有一句名言：存在先于本质。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不是先被设计好然后才出生存在，相反，人先存在，然后才创造自己的本质，也就是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萨特认为，宇宙本身是荒谬的，它没有预设的目的，没有给定的意义。人类被抛入这个无意义的宇宙中，但同时也被赋予了自由。我们可以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这个观点对宇宙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独特的回应。也许宇宙存在本身就没有原因，也没有目的。意义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的。这听起来可能令人沮丧。如果宇宙没有预设的意义，那么我们岂不是生活在一片虚无之中？但萨特认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没有预设的意义，我们才获得了创造意义的完全自由。我们可以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每一个选择都在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本质。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有着更为激进的思考。海德格尔区分了两个概念：存在和存在者。存在是使事物成为存在的那个东西，而存在者是具体存在的实体。他认为，西方哲学2000年来一直在研究存在者，桌子、椅子、树木、星星，却遗忘了存在本身。没有人认真追问过，为什么存在而不是虚无？海德格尔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应该成为哲学的核心。他的观点是，我们不应该把存在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恰恰相反，存在是一个奇迹，是虚无的压制和存在的战出。每时每刻，虚无都有可能吞噬一切，让一切归于寂静。但存在坚持着绽放出万物，这个视角与量子力学的发现惊人的呼应。在量子真空中，虚粒子对不断诞生和湮灭，存在和虚无处于微妙的平衡。也许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奇迹，是一种本不应该发生但却发生了的事情。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晚年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他说，凡是可以说的都可以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必须保持沉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宇宙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属于不能说的范畴，它超越了语言的边界，无法用理性思维来处理。这不是说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说它超出了人类理性能够触及的范围。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就像试图看见自己的后脑勺，或者听到寂静的声音，是一个概念上的矛盾。维特根斯坦的立场可能让很多人不满意，我们渴望答案，渴望理解，但也许维特根斯坦是对的，有些问题注定要在沉默中被体验，而不是在言语中被解答。就像一个人可能永远无法向另一个人完全描述蓝色是什么感觉，人类可能也永远无法用语言完全描述存在是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去追问，去探索。恰恰相反，正是这种追问让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让我们的存在有了深度和意义。在探讨了这么多深刻的理论之后，让我们暂时放下这些宏大的叙事，回到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此刻，你正躺在床上，也许已经关上了灯，也许还在昏暗的光线中听着这段话。窗外是夜色，是这个星球上又一个普通的夜晚。在过去的几十亿年里，这样的夜晚已经重复了无数次。恒星在燃烧，行星在旋转，银河系在缓缓旋转，一切都在按照物理定律运行，冷漠而精确。而在这片浩瀚中，有一颗小小的蓝色星球，在它的表面有一种叫人类的生物，他们活着，他们爱着，他们痛苦着，他们梦想着，他们用短暂的生命创造了艺术、音乐、科学和哲学，试图理解自己存在的意义。你就是这人类的一员。从宇宙的视角看，你微乎其微。宇宙的年龄是137亿年，而你的一生不过几十年。宇宙的尺度是数百亿光年，而你走过的距离可能还不到光走1秒的距离。宇宙包含数万亿个星系，而你甚至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星球。但也正是这样的你，能够思考宇宙，
理解宇宙，追问宇宙存在的意义。这个事实本身不就是一个奇迹吗？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个方向，不是仰望星空，而是深入物质的内部。每一颗原子都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在原子的中心是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紧紧束缚在一起。原子核的外面是电子云。量子力学告诉我们，电子不是像行星绕太阳那样绕核旋转，而是以概率云的形式弥漫在原子周围。而质子和中子又是由更基本的粒子夸克组成的。夸克之间通过胶子相互传递、强相互作用，构成了质子和中子。但真正令人惊叹的是原子的空旷。如果把原子放大到一个体育场的大小，原子核就只有场中央一颗豌豆那么大，而电子则在场馆的边缘做着几乎不可见的运动，整个原子几乎全是空的。但这片空旷却承载着一切物质的结构。你的身体，这张床，这间房间，这颗星球，全部由这些空旷的原子构成。更重要的是，组成你身体的原子来自于恒星的残骸。137亿年前，宇宙只含有氢和氦最简单的2种元素，碳、氧、铁、金。这些更重的元素都是在恒星内部通过核聚变产生的。当大质量恒星走到生命尽头，发生超新星爆发时，这些元素被抛洒到宇宙空间，最终凝聚成新的恒星、行星和生命。卡尔萨根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们都是星辰。这不是诗意的修辞，而是物理的事实。组成你身体每一个细胞的原子都来自曾经闪耀的恒星。你与宇宙深处最古老的恒星有着血缘的联系。在所有的存在中，最令人着迷的也许是大脑以及由大脑产生的意识。人类的大脑包含大约100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又与成千上万的其他神经元相连，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这个网络每秒进行着数以万亿次的信号传递，产生着我们称之为思维的电化学活动。意识是这个过程的涌现特性之一，就像水流的漩涡是水分子的集体行为，意识可能是神经元活动的集体行为，但这并没有让意识变得不那么神奇。事实上，涌现本身就充满了谜团。为什么当神经元以特定方式连接时，就会产生疼痛的感觉、红色的体验、悲伤的情感？哲学家大卫·查莫斯把这个问题称为意识的困难问题。为什么物理过程会产生主观体验？也许意识是宇宙理解自己的一种方式。在138亿年的演化中，宇宙产生了星系、恒星、行星、化学反应，而最终它产生了能够思考这些问题的意识。这些意识，也就是我们正在用物理定律和数学语言尝试描述这个创造了我们的宇宙。这是一个闭环，宇宙产生了意识，而意识又在试图理解宇宙。从这个角度看，每一个思考宇宙为什么存在的头脑，都是宇宙试图理解自己的一块碎片。回到那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宇宙本身没有预设的意义，那么我们的存在岂不是很悲哀？存在主义者萨特的回答是：不，这恰恰是自由和尊严的来源。
如果一切都已被预设，如果宇宙已经为每个人安排好了命运，那么我们的选择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的努力还有什么价值？正是因为本质尚未被给定，我们才能成为自己人生故事的作者。每一次选择是善良还是冷漠，是勇敢还是懦弱，是追求还是放弃，都在定义我们是谁。这不是虚无主义，而是更深刻的人文主义。它告诉我们，意义不在宇宙的某个角落等着我们去发现，而是就在我们的手中，在我们如何度过每一天，如何对待周围的人，如何面对困难和挑战的选择中。泰戈尔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智慧。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服务于某个宏大的计划，而在于它本身的绽放与凋零，在于它经历的所有美好与痛苦，在于那些属于一个人的独特故事。此刻的你也许正躺在床上，周围是安静的黑暗。你可能在城市的公寓里，可能在乡村的小屋里，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但无论你在哪里，你都是宇宙的一部分。你的身体由原子构成，那些原子曾经在遥远的恒星中诞生，又经历了漫长的星际旅行，最终在地球上汇聚成了山川、河流、树木、动物，以及你的父母，然后是你。你的意识由神经元构成，那些神经元在进化史上的某个时刻开始形成，在童年的某个瞬间开始萌发自我意识，在无数个日夜里不断变化和成长，最终成为了此刻正在思考存在问题的你。而你，这个此刻正在聆听、正在思考的存在，是宇宙138亿年演化的产物，也是宇宙试图理解自己的一个瞬间。也许宇宙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宇宙级的奇迹。宇宙产生了能够追问这个问题的意识，而这个意识又回过头来追问宇宙存在的理由。这是多么奇妙的闭环！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路。从宇宙的尺度，我们看到了138亿年的演化，从一个起点到星系，到恒星，到行星，到生命。从物理学的角度，我们探讨了精细调谐之谜、人则原理和多元宇宙假说。从热力学的视角，我们理解了熵增定律和时间的方向，以及复杂性在宇宙中的涌现。从量子力学的世界，我们发现了观测与被观测之间的奇妙联系，以及意识可能参与现实构建的可能性。从哲学的高峰，我们听到了康德的敬畏、萨特的自由、海德格尔的追问和维特根斯坦的沉默。而最终，我们回到了一颗渺小的蓝色星球上，一个渺小的人的床边。那么，宇宙为什么而存在？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的一部分。也许存在不需要原因，也许存在本身就是奇迹，一种本不可能但却发生了的奇迹。也许我们追问为什么的方式本身就是存在的意义之一。卡尔萨根在他的《宇宙》一书中写道，在这片浩瀚的宇宙剧场中，地球只是一个很小的舞台。在历史的长河中，芸芸众生相互厮杀，争夺权力，沉溺于暴行。但在这颗星球上，所有这些战争和侵略算得了什么呢？他继续写道，
宇宙视角不仅仅是关于宇宙的，它关于我们自己，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它关于呼吸、做梦，偶尔感到惊奇。是的，此刻你正在呼吸，空气中的氧分子几分钟前还在某个森林的树叶里，它们曾经在那里等待着被释放，等待着被你的下一次呼吸吸入。此刻你正在做梦，也许是在无意识中梦见光明与黑暗，星星与尘埃。此刻你正在感到惊奇，关于宇宙的宏大、复杂和神秘，这本身就足够了。也许宇宙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你这个此刻正在思考的微小存在，有机会体验这一切。也许意义不在遥远的未来，而在每一个当下的呼吸，每一个当下的惊奇，每一个当下的连接。闭上眼睛，让思绪沉静下来，想象宇宙在你周围延展460亿光年的半径，137亿年的历史，无数个星系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旋转。然后意识到，你就是宇宙，你是宇宙理解自己的方式，你是宇宙追问自身意义的喉咙。这个认知不会给你一个简单的答案，但也许它能给你一个安稳的夜晚。晚安，愿你的梦里有星光，愿你醒来时记得你也是星星的一部分。